大家好，我是 Tony 先生的 AI 助理小爱。今天的小爱开讲要为您介绍5个避暑的隧道景点。今年的夏天特别炎热，很多人都想到山上避暑。不过高山路途遥远，来回交通费时辛苦。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位于平地的隧道景点，而且交通便利，搭火车就可以轻松抵达。这5个隧道景点都是 Tony 先生造访过的景点，也拍有旅行影片。我现在就一一为您介绍这些景点。旧草岭隧道长2167公尺，完工于日本时代1924年，曾经是台湾最长的隧道，现在是一条自行车专用道。不过非假日时自行车较少，开放游客步行旧草岭隧道。Tony 先生认为旧草岭隧道也算是广义的淡蓝古道之一，也是最老少咸宜、轻松好走的一条淡蓝古道。在步行隧道途中，你可以跨越淡蓝交界处，就是现在新北市宜兰县的界限。当您步行旧草岭隧道，越接近隧道南口时，越可以感受到海风吹进隧道的清凉感。这是天然的冷气，让人暑气全消。隧道南口设有观景平台，来到这里，您可以眺望龟山岛。隧道南口邻旁有海滨小聚落，有商家小店提供餐饮点心服务。9号咖啡石城馆也位于这里。2楼的用餐区有大片的落地窗，将龟山岛框在窗户里面，而成为著名网美打卡景点。旧草岭隧道来回步行约 4.3 公里，步行时间约1至1.5小时，是 Tony 先生心目中第1名的隧道消暑景点。小爱特别提醒您，旧草岭隧道例假日禁止徒步进入，如果你是例假日前来，也是可以选择在福隆车站或隧道北口租骑自行车进入旧草岭隧道，清凉一下。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也是一条极适合夏日消暑的隧道践行路线。它原是日本时代兴建的宜兰线铁路隧道，是由相邻的2座隧道组成，分别是三貂岭隧道、三瓜子隧道，合计长度将近2公里。这座旧隧道原本规划为三貂岭隧道自行车道，不过因为兴建过程设计不良，变成一条不适合骑乘自行车的自行车隧道，因此试营运时更名为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，反而较适合徒步践行，建议不要骑自行车。隧道步行来回约1至1.5小时。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目前营运方式采需线上预约，限制人数，隧道内骑乘限定时速10公里以下，以避免隧道内发生事故的危险，以及干扰栖息在隧道内的蝙蝠。因此，如果您想造访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，必须事先线上申请，现场扫描或核准的 QR code 才能进入生态隧道。目前每天分8个梯次，每梯次160个名额，非假日申请还算容易。如果要假日前往，建议提早线上申请。旗顶子母隧道位于竹南镇的旗顶车站附近，2座相邻的隧道，旗顶1、2号隧道是台湾唯一2座相连的双轨隧道。1号隧道长约131公尺，2号隧道长约67公尺，隧道一长一短，而有子母隧道之称。在铁路电气化之后，旧隧道废弃，后来设立旗顶隧道文化公园。造访旗顶子母隧道，最便捷的交通方式是搭乘火车，在旗顶车站下车，步行约10分钟即可抵达旗顶子母隧道。2座隧道之间绿荫夹道，幽静的谷地环境，宛如宫崎骏的作品《神隐少女》的场景，成为网美拍照打卡景点。1号隧道口的外壁还留有2次世界大战时美军飞机以机关枪扫射的弹孔痕迹，留下战争的时代印记。
过港隧道位于苗栗后龙的过港，属于纵贯铁路的海线，完工于1922年。纵贯铁路电气化后，过港隧道走入历史，现在成为可供自行车及人行的隧道。过港隧道总共有3座相邻的隧道，长度分别为295、161、56公尺，合计约 0.5 公里长的隧道，成为夏日消暑的散步路线。日本时代兴建纵贯铁路海线，在挖掘隧道时，发现过港被化石层。过港的被化石层约形成于100万至600万年前，见证了台湾陆地隆升的演变史。在第1座过港隧道前的小山丘，立有过港被化石层石碑，那里的山壁就可以看见被化石层的遗迹。过港隧道停车场前面有一条步道，通往附近山丘的半天寮。半天寮设有巨大风车及观景平台，展望良好，而有好望角的美名，也可以顺道一游。宫维旭隧道位于苗栗市的猫狸山公园，完工于日本时代明治36年。因隧道口上方有当时台湾总督而玉原太郎题字宫维旭，因此被称为宫维旭隧道。宫维旭隧道全长约452公尺，为纵贯线山线的铁路隧道。民国87年因山线铁路双轨化而废弃，后来设为观光步道，隧道内有彩色灯光秀，成为一条宜人的步道。穿过隧道后，原有的铁道改铺设步道，两侧种植树木花草，沿途设有中国历代著名诗人的山水诗，诗与景相应，一路散步读诗赏景，相当惬意。途中也有一座旧月台及退役的火车头，提供游客缅怀。这条以旧铁道铺成的步道笔直而平坦，是5星级步道，又有隧道可以避暑，是夏日踏青的好去处。以上就是小爱为您介绍的5个夏日避暑的隧道景点，希望您会喜欢。而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，也附有 Tony 先生拍摄的这5个景点的影片，欢迎您点选影片网址，观看影片作为旅行的参考。今天的小爱开讲就在这里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